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闲聊旷野，我是主播 Lily，希望能继续陪你在生活与人生的闲暇里找到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力。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想聊一个最近很火的电视剧，就是《玫瑰的故事》。应该在我们播出节目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大结局的时候。今天跟我一起来聊天的还有看了《玫瑰的故事》原作者一书20多部作品的汽水。先请汽水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徐则达的主播汽水。然后今天又跟老朋友闲聊旷野的 Lily 一起串台录制《玫瑰的故事》，欢迎欢迎。刚刚 Lily 说我看了一书20多本小说，然后我今天非常严谨的去回顾了一下，大概数了一下，应该有10本吧，没有20本那么多。但玫瑰的故事大概已经看了有1年了，它确实跟那个电视剧的内容还是有挺大的差异的。那 Lily 你现在看到电视剧的哪一个情节了？我现在看到是霍建华那个角色刚出来，他俩现在是已经陷入了热恋当中。对，热恋当中。上一集他是刚发病，然后两个人可能会面临生离死别的这种非常焦灼的镜头。那这个情节大概是在小说的中间吧，因为他原著有分了4个章节。霍建华演的应该是叫傅家明是吧？傅家明，对，傅家明是在第2章节里面出现的。我可以先说一下这个电视剧大概的一个故事情节，就是黄一梅是刘亦菲饰演的主角，她小名叫玫瑰，就是电视剧里大家都叫她玫瑰，所以我们后面可以也就直接用玫瑰来代称她。她是2个清华教授的女儿，然后呢家境也非常的书香门第，从小就是什么都不缺，然后还有一个对她非常好的哥哥，是佟大为那个角色饰演的，叫黄振华，大家都叫她黄牡丹，就她因为她母胎单身，所以叫黄牡丹。玫瑰是在电视剧里边，她是有前前后后总共是有4个非常重要的男性角色跟她谈恋爱。第一个叫庄国栋，因为他是初恋，所以就叫他初恋哥。第2个人是叫方协文，就是林更新饰演那个角色，因为他是跟玫瑰结婚然后离婚，所以被称为前夫哥。然后第3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傅家明，他是霍建华饰演的，因为他俩就是有一点像那种灵魂伴侣 soul mate， 所以就是可以叫为灵魂伴侣哥。然后还有一个我还没有看到，据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帅气的小哥哥演的，叫林一，然后是年夏，大家都叫他年夏。对，他真名叫林一。饰演荷西，这个角色好像是小说当中没有的耶。就反正是有一个年夏的小弟弟。 OK，我自己其实看到现在，我觉得支撑我看下来的一个是刘亦菲的美貌，然后第2个就是她跟万茜的 CP 线。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看《玫瑰的故事》这个电视的初印象，因为我其实也是看了大概有6到7集吧。情节应该是到玫瑰和庄国栋刚刚好在一起的那个情节，我后面就没有看下去了。但是前面那几集就是我的观感确实还是挺不错的，就我第一次 get 到刘亦菲成年之后的美丽啊。她之前在那个梦华录的时候，我还觉得好像没有像玫瑰的故事里面那么的惊艳，然后这一次确实她的各种出场啊，各种形象啊，妆发穿搭什么都还挺惊艳的。我的确是觉得刘亦菲真的这个剧里面就她的那种女性的美丽可能是那种全方位的，她的整体的妆造是一方面，有一些演技上的提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她女性之间没有雌竞，就这一点我是要大声表扬编剧的，没有那种职场的恶毒女配，或者是有一些跟她竞争的什么小三非常烂俗的一些那个剧情，这个是没有的。但是我之所以说我是靠着刘亦菲的美貌能够支撑看到现在，就我觉得她有很大的槽点是，就是那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像她是一个不完美但是依然是一个可爱的角色的那种感觉，就每个人都在试图塑造一个让大家相信的一个角色，但并没有让我感觉到这种真实，就可能还是一种悬浮吧。就是你觉得这里面的角色都有种扮演感是吧？就是我在演这样的标签。对。佟大为也给你这样的感觉吗？佟大为饰演的这个角色，首先就他已经是赢了很多男性的基本盘的男性。很多人会说黄牡丹这个角色他已经是很多女性觉得很理想的一个伴侣了，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的演技比较好，但并不代表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男性的角色。我明白了，就是演员的演技其实是加分很多的。对，但是可能剧本上来说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会给人一种悬浮感。
我后面为什么没有看下去，就是越看越觉得隐隐有些不对劲。因为原著其实说白了就是玫瑰跟好几个男人的一些故事嘛，它其实原著的内核很简单，玫瑰就是一个为爱而生的一个人，所以在电视剧的后面我就明显看出来他要把那个支线上面扩充支线，补充了好多内容，比如说佟大为饰演的那个哥哥黄振华跟那个万茜饰演的苏根生，他们之间的那个感情线，这个发展完全跟小说里是不搭嘎的，没有任何关系的。原著粉看剧的时候会有的一些期待落差。我感觉最主要不是说是电视跟小说之间的差异，这里面电视剧给我的所有的人物，它都在我们说的现代都市爱情剧里面，它质量并不算说是很差的那种，它可能还是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制作水准，但是它完全跟小说塑造的人物啊风格啊不是一回事儿，就所有的人物都跟小说是不搭嘎的。我很好奇黄一梅这个角色，反正我看剧啊，我记得有一段是她当实习生的时候去酒店换装，然后去到那个非常高级的招待的场所，然后找到了她要找的人那一段，我就有一种的确美丽就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编剧想要制造的这种感觉。刘亦菲饰演的这个主角跟小说的那个差距大吗？其实原著里面电视剧改动最大的，它在设定上就改了。黄玫瑰它原著里面它就叫玫瑰，它不叫一枚，一枚可能是为了刘亦菲所，对对，是我感觉有这个意思。然后玫瑰的故事开始是在她16岁都没到的年纪，也就15、16岁未成年嘛。玫瑰出场的那些外貌设定啊什么的，跟刘亦菲的形象差距也挺大的。我刚刚提到小说它是4个部分嘛，然后每一个部分正好都是不同角色的视角。比如说第一部分其实是从玫瑰的哥哥黄振华的视角去铺陈开来的，所以一开始描述玫瑰她是怎么样一个女孩子，黄振华会形容她是一个吉普赛的野女郎，一个宠坏的烂苹果，然后说她长得很美丽啊，皮肤也会晒成那种蜜糖般的颜色，所以这个形象就跟刘亦菲差得非常之大。小说当中的玫瑰是一个充满着生命力，然后喜欢穿色彩斑斓的颜色的这样一种非常暖的非常热的一个角色。感觉电视剧是保留了一部分，但是又根据天仙本身的一些个人形象又做了一些妆发呀妆造这种服装上的适配的调整。对，他电视首先把刘亦菲改成了刚刚毕业大学生这个年纪嘛，就这里面至少有个7、8岁的那个年龄差，但他们2个人至少说从角色核心上都有个共同点嘛，就肯定都是大美女，是人见人爱的那种大美女。然后小说当中其实也有对玫瑰的个性比较聪明啊，比较讨人喜欢，也有一些叙述。小说中的玫瑰她是一个可以在不复习的时候考到全校第1的这样一个人。到目前的电视剧的剧情为止，刘亦菲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有一段我觉得跟小说是比较契合的，就是她要面试一个实习生的时候就说，学习对我来讲是舒适区，我基本上不需要付出什么额外的努力，我就可以学得很好。因为他家里边他妈妈跟他爸爸都是希望他考研的，他是觉得想要给自己一点挑战，所以就出来工作了。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很一致的。当然他作为一个实习生，大家可能如果但凡有一些工作经历或者实习经历都知道，一个实习生就算你真的是学校学习成绩非常好，你进来到一个新的行业或者一个新的公司，你肯定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阶段，你要去学习很多就是做事的方法呀、流程什么之类的。但是玫瑰在进到这个公司之后，她立马就用自己的一些方法去拿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项目的参与，但是在这个项目的参与之后，她立马就直接上手做了一个很大的项目，并且做得很好。而且在对外的这种发生的时候，他的老板点名让他就是在那个非常重要的场合来说一说他自己在这个项目的一些什么想法呀。我觉得这一段有一点编剧在硬凹，说玫瑰她的个人成长怎么说呢，就毫不费力，但是呢又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就这种感觉。那几集我也看了嘛，他好像刚刚进公司，在什么酒会上面混进去了，接触到了猪猪饰演的他老板一直想要接触的那个人，然后跟老板打电话说你半个小时之内要到哪个酒店什么的，太夸张。然后老板立马听了电话，你现在我马上就到，二话不说。对，就这段确实还挺假的，但是可能会契合某一些观众的那个爽点嘛，就人长得又漂亮又聪明，然后工作能力又强等等。因为原著当中对玫瑰的工作事业是没有任何的描述的，他就根本就不是一个搞工作搞事业的人，
他哥哥形容他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电视里面的职场呢，所有的关于玫瑰职场环节都是新增进来的。那也能理解。既然我们刚刚讲到玫瑰的这个家庭的设定嘛，电视里面呢好像把它设定成北京土著，对吧？然后爸爸妈妈都是教授。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最近的电视都喜欢把主角的背景设定的非常的高阶，就没什么可以挑错的地方。我的理解就是，首先玫瑰的这个书香门第的设定可能是跟他后面父母角色的一些要输出的东西是非常强相关的。就比如他妈妈对他找男朋友的这种态度，一开始有那个周世辉的那一段的时候，他妈妈就觉得你这样子破坏别人家庭，等于说是不问青红皂白，甚至都没有了解清楚这个事实真相的时候，就是说他女儿有一些不对啊什么之类的，他很在意说跟别人相恋或者怎么样，这个态度是至少是审慎的。然后到后面就是知道他在跟庄国栋正常的谈恋爱的时候，他妈妈的那个态度是非常开明的。包括后面在他跟方协文因为婚姻有一些可能两个人的确出身条件呀各种思想观念都差异很大的时候，他妈妈是给他非常多的包容跟支持的。我觉得书香门第的这个背景塑造其实就是为了有一对这样子的完美夫妻让出现，他当一个范本。因为剧里面有很多就是我看到后面像那个黄牡丹跟玫瑰在聊天的时候，就是他们很多次 cue 到他爸妈的婚姻，说其实完美的婚姻是怎么样子，爸妈已经给出了非常正确的一个答案，他已经是开卷考试你就照着抄，但是也不一定能抄得对。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为了铺陈后面的这些情节跟参照，所以是一部分就是让他们成为一个大家都羡慕的那种完美父母。哎呀，对，就感觉电视的编剧把好多人物的设定都改得很奇怪。如果说从一个完全自创的剧本来说，这样家庭设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嘛，又体现出他们其乐融融的一家四口，然后开明的父母关系等等。但是因为小说当中玫瑰的爸爸是一个生意人，然后他的哥哥黄振华也是一个香港的典型的有为青年，就是那种建筑师，然后他跟电视里面也出现那个周世辉，他两个人是合伙开建筑公司的嘛。他妈妈呢岁数比较大的时候才生了玫瑰，所以他母亲跟玫瑰的年龄差得非常多。整个小说的前面部分一直在叙述和强调玫瑰的妈妈跟他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就他没有办法理解玫瑰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才会经常出现对玫瑰的斥责呀，对他各种交友的一些批评等等。然后电视就改的就很奇怪，就一方面好像家庭很好，氛围很好，妈妈对他也很爱，但另外一方面又在比如说跟周世辉那个段落，他不是他妈妈也好像给了他一巴掌还是怎么样嘛，对吧？是的。就整个电视我后面为什么没有看上去，就是觉得我这个剧本改的了，你又不能说他改的不好，但是改的也确实就是有些地方会觉得很别扭。我们不如就着那个玫瑰他跟不同男人这个时间线我们来捋一下吧。第一个出场的角色周世辉，因为在电视剧的第一集上来就是周世辉的这个故事吧。他跟关芝芝在那个领证的现场悔婚。对。然后周世辉的形象，这个演员的形象也是挑那种不是太帅的这个角色。但其实呢，小说当中周世辉跟关芝芝的关系不是在结婚前，他们已经结婚了，并且关芝芝已经是怀孕了。周世辉他也不是一个电视剧中被丑化的一个男性角色，我刚刚有提到他其实跟玫瑰的哥哥黄振华是合伙开建筑公司的嘛。在黄振华的口中，周世辉是一个社会的栋梁，年少老成，人长得端正和高尚，他的长相也并不是像电视里面那样的不太帅，就是一个非常端正的这样一个青年。然后关芝芝是一个外在和内在都非常普通的一个女孩子，她跟周世辉是认识了8年，结婚刚刚满3个月的时候，周世辉第一次在公司里面碰到了黄玫瑰，然后就坠入了爱河。小说当中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很好奇，想问一下丽丽，你觉得电视剧为什么一开始要把周世辉改成这样的一种形象？我的感觉还是为了讨好女观众吧。就首先第一，不能让主角有道德上的瑕疵。就如果说周世辉是一个已婚的状态的话，那玫瑰陷入这一段关系，因为他毕竟有一些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越界的行为的，就比如说单独跟他吃饭，跟他吃晚饭，跟他喝咖啡，对于一些边界感比较弱的人来讲，那可能这个就无所谓，我对你没有意思，但我愿意跟你喝一杯咖啡。但可能对于边界感很强的人来说，那其实2个人单独出去可能就已经算是约会了。
所以我觉得他一开始要设定他是未婚的状态，我理解是为了避免这种所谓的一些道德的指责。然后我觉得周世辉这个角色剧情里面的处理是给我一种周世辉就是不太聪明的样子，至少他在情感上会让人觉得好像是一个有点像把要跟玫瑰的这个事情当做一个他要挑战原来生活的这个框架的那个感觉，并没有觉得他是真的喜欢玫瑰这个角色，或者说喜欢玫瑰这个人，他就是有一点受够了原来的那一套的生活的流程，或者说他想要一点生活有新的不一样的新鲜感的事情，所以玫瑰的出现刚好就成了那个点燃他生活一点光亮的一个人物，让他才有了这一段。因为后面就是也没有看得出说他对玫瑰到底了解多少，他喜欢玫瑰到底是什么，就除了美貌以外啊，就是没有那种真正的让你觉得说这个人他是对这份关系是有一些真的考量过的或者怎么样的，就感觉他像是一个借口。对对，我非常赞同你这个分析，而且这个分析跟小说的这一段周世辉的这个故事的主旨是完全一致的。原文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香港并没有下凡的仙子，婚后努力的向事业发展，女人都是一样的，感情可以培养。然后他在婚后之后第一次见到了玫瑰，才开始改变他这种感情观嘛。这段故事里面那个苏根生苏苏这个角色，他就非常清醒，他跟那个玫瑰说，你只不过是周世辉逃避现实的借口。对，这个跟电视剧的那个你刚刚表达这一段是完全一致的。电视剧里这个话是玫瑰自己说的。哦，是吗？对，电视剧里有一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周世辉他带着一捧黄玫瑰然后来找玫瑰，在学校里面有点像画室一样的那个阁楼上，他们两个人就到那个阁楼上谈话，然后玫瑰就说明明是你自己想出轨，为什么要带上我，就是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说你其实就是不想继续你现在的生活，大概这个意思。我感觉其实就是想要借玫瑰之口说周世辉并不是真的喜欢他的。然后你刚刚提到玫瑰跟周世辉去喝咖啡啊，餐馆里面单独吃饭啊，这个情节在 B 站上有好多那个影视区的 UP 主吐槽说，这个玫瑰怎么这么的没有分寸感，或者什么绿茶呀妆啊。我那段也因为也看了电视剧的那个对应的内容嘛，我没有觉得玫瑰有做的任何不妥的地方，因为像什么周世辉给他戴那个手链啊，这个都是他自己歪出来的桥段。对，后面不是还有一部分是玫瑰的那个视角嘛？就其实玫瑰是做的很有分寸感的。你是我的上司，还是我哥哥的那个好朋友嘛？就感觉好像我跟我哥相处的，然后我也没对你设防，更何况你还有未婚妻，就要结婚了。我感觉这一段其实没有什么道德瑕疵，还是要被批评的那种到那个程度。只能说我们现在的道德警察太多了。虽然说电视剧这种程度已经被吐槽，但实际上小说比电视剧的狗血和炸裂程度还要再大一些，或者说玫瑰这个人物的底色，他的言辞和那个行为比电视剧刘亦菲塑造的要争议要大不止10倍以上。因为小说当中首先我刚提到玫瑰才15岁嘛，16岁都还不到，所以他跟周世辉的年龄差基本上差了1倍。他也是知道周世辉已婚的，但他还是愿意跟周世辉出去各种玩啊什么的。后来那个他哥哥黄振华就质问他嘛，他说周世辉都已经结婚了，你还要去跟他混在一起干嘛？玫瑰说我看不清其中的道理，大哥。后面的好多对话都是这种完全在挑战大家的这个社会性的一种共识的一些观点。小说看下来又不觉得说玫瑰是绿茶呀，或者很破坏人家家庭那种。当时的玫瑰，15岁的玫瑰，她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她很聪明，但是她并不愿意去了解世俗的规则，然后也不被这些规则所绑定的这样一个人。就是玫瑰是一个非常遵循本能的人，所以就是这一段跟刘亦菲饰演的黄一梅就完全是2个人物。只能说电视剧还是做了很多就是避免在大众的道德雷区蹦迪的一些改编。对，但这个改编就让我觉得玫瑰已经不是那个玫瑰了。因为我看有很多小红书上比如说一些博主也会写说玫瑰在前期她跟庄国栋谈恋爱其实就是在遇到方协文之前嘛，说那个时间的玫瑰是明亮的，然后是看起来是有生机的，但其实这些的塑造在电视剧里面我感觉它其实就是通过跟庄国栋的恋情来表现的，就还是用非常有限的一些面向来让这个女性看起来是一个鲜活有那种生命力的感觉，它不是一个很
怎么说，可以说不是一个很立体的一个形象。那就过渡到第二个庄国栋。电视剧当中你说的就玫瑰这种生命力啊，是怎么在和庄国栋这段关系当中表现出来的？其实我自己并没有这个感受，我只是觉得演员的妆造跟他的眼神变化上有一些但我并没有觉得说他的情节设定或者他人物的一些角色的一些就是性格成长呀什么有这方面的一些变化。在跟庄国栋的那个部分，我感觉玫瑰她至少是热烈的，她是敢的，就感觉她是一个还蛮大胆去做各种不是她自己职责之内的事情，敢主动出击，然后去用比如说当时有一些她换装啊什么之类的去吸引对方的注意，有一些小心思，然后呢会让自己的生活不一样的那种变化的。但是至于说什么生命力啊什么这些，我其实从妆造之外我没有太多的感受。但你刚刚描述那段让我想到电视剧跟原著当中玫瑰的差异了。电视剧当中比如说刘亦菲饰演的黄一梅换装去混酒会什么，她这种大胆是好像是符合我们这个规则的一些大胆，比如说符合职场规则或者社交规则的这种大胆和展现自己。但其实小说中玫瑰给我的感觉，它是一种违逆社会规则，或者是完全不 care 这些社会规则的这种大胆。他是活得非常肆意妄为，然后也不管家里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但是小说给我的观感还没有那么差。玫瑰身上她那种独特的气质我还是能够一下子能够感受到的，然后这个独特性在电视剧里面就没有了。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就我觉得好像你说的小说里边原来的这个玫瑰，它是我不在乎你们的评价体系是怎么样的，我只需要我自己活得快乐，我自己想这样做就可以，不管说它是符合你们的道德规则还是符合你们的价值评判标准，但这个是我自己想要的人生，我就这样过。但是电视剧它是非常小心翼翼的，或者说就是非常看起来不那么经意的把这些所谓会被大众的价值评判审判的一些点它全部都规避掉了，然后把它装在了一个套子里面，让它在这个套子里面去做一些变化跟延伸。是的，所以这个角色才不好看。对，就是这个小心翼翼其实确实有，它是创作团队的小心翼翼。对，一定程度上能理解吧。那庄国栋这个角色呢，电视剧里面对他的呈现是怎么样的？因为我大概看到庄国栋要去法国之前那个情节嘛，在那前面我觉得他还好，好像没有那么的糟糕。我自己本来秉承的一个观点就是感情的确很难说对错，但是在庄国栋跟玫瑰之间，他们两个有一些可能相处上的问题，没有把对方规划在自己的人生里面。他在拿了法国的那个总公司的 offer 之后，他并没有第一时间跟玫瑰去分享，这个是被很多人骂的一个点。但是他并没有跟玫瑰商量，然后已经决定了自己要在法国申请永居，然后呢还说让玫瑰把这边不重要的工作辞了，然后过去跟他在法国怎么样，就是他认为他的更好也是玫瑰想要的更好，已经直接先入为主，认为自己的人生的排序是比玫瑰的人生排序更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是感情里面不太 OK 的。是不是玫瑰跟庄国栋最大的矛盾，就他们俩的剧情当中最大的矛盾就是这段异国恋的这个经历，是吧？对，其实两个人关系出现大的分歧就是他要去法国，然后呢他也没有跟玫瑰一开始说，然后在玫瑰不小心帮他清理桌子的时候看到了那个邮件的标题，然后玫瑰还以为是说他们要去法国旅游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才知道说他要去法国工作，就是这个时候是两个人开始有一段非常大的争吵。有一个很搞笑的，很多人把庄国栋在戴着耳机在跟玫瑰视频，把他那一段截成了一个表情包，说亲亲您这边还有什么需要提供服务的，说像一个客服一样戴上他那个破耳机，真的好好笑。我有看到就是这里有一段吐槽刘亦菲，就刘亦菲知道那个庄国栋这个事情之后，好像他们也在视频，然后刘亦菲说什么天哪，然后怎么样开始砸屋子那个，对吧？对。这段也被好多影视剧 UP 主吐槽，我觉得刘亦菲这段还是蛮冤的，因为砸屋子这个根本就完全违逆了电视剧里面他的这个人设的，到这一段就非常突兀。但是小说里面是因为庄国栋他是有未婚妻的，然后玫瑰知道了他们要结婚的前夕，然后才去庄国栋的家里面把他屋子给砸了。这就很 make sense。 对呀，然后你就会显得好像这个电视剧里面庄国栋其实也还好嘛，他们可能只是一些沟通上的问题，感情观的一些差异，然后这个玫瑰怎么搞得这么的极端，这么的发癫，
这一段又跟他之前劝那个关芝芝那段就形成了一个逻辑的不自洽了嘛，这段也被好多人吐槽。很多人都说这一段庄国栋的确生动地演绎了什么叫渣男的那种语录，你不要再闹了什么之类的。他觉得那个时候工作是更重要的，然后两个人沟通上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合适的沟通方法。就这两段也让玫瑰好像情商忽高忽低的，对吧？自己陷入爱情了就变成这样癫狂了。哎呀，但其实真的是剧本的问题。我也觉得就是剧本对人物的一些人物事件经历事件的一些取舍，导致这个人非常的矛盾。这个剧本的改编就给我一种就既要又要的这种，它一方面呢又要迎合大家受众，删减掉一些可能要被挑战的情节和设定，而另外一方面又加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而且它好多桥段呢又要保留原著当中，那你杂屋子这个能不能改的稍微不那么偏激一点，对不对？庄国栋跟玫瑰的这一段在小说当中其实对庄的描述是偏少的，但是里面有一个关于庄的两个小细节让我觉得特别的讽刺，就是他第一时间看到玫瑰不是把他房子给破坏了之后嘛，他先找到了黄振华，找到了玫瑰的哥哥，用的形容词是他非常冷冷的镇定的去找了振华，要让他赔偿嘛。后来他就寄给了黄振华装修公司的账单，原文说一行行价目列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两个描述真的，一下子把这个人就是非常自私，然后带有点冷峻冷酷的这个冷漠这个特质一下子就展现出来了。的确是很妙的细节。其实这样说的话，电视里面的庄他本质上好像也是一个非常利己的人，对不对？对，电视剧的利己就是他只考虑自己的前程，完全没有黄一梅放在他的人生规划里面。那电视剧里面对于他房子被破坏那一段也是有报警的处理的，只不过是邻居报的，就不是他自己报的。然后呢，后面是庄国栋他的父亲来了，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个在我看来非常非常工具人的一个角色，他好像就是为了说，哎，这明显看起来就是他的未来的儿媳妇儿，所以破坏成这样子。警察当时已经在场了，然后他就跟警察说，哎，我们不追究，然后怎么样，也不需要他赔什么之类的。后面就是庄国栋的父亲跟黄一梅还是有联系的，他还一直试图让他们两个人和好，非常工具人的一些处理，但是就没有在这些小的，比如说像装修的费用啊这些部分，没有在庄国栋这个人身上去体现，可能还是想让他看起来更精英的那种，就是精英的利己。因为小说当中描写庄国栋说他是个上海人嘛，所以我觉得有一点那个上海人风评被害对，但是有一点那个感觉，那个 feel 出来了。那讲一讲就是玫瑰跟方协文呢？方协文跟方协文真的还挺好笑的。电视剧里面那些情节的时候，我经常会觉得就有一种故意制造推动情节的那种推动感。林更新饰演之后，方协文这个角色还是被很大程度的扩充了。然后我好像还看到后面有什么玫瑰生小孩，然后那跟婆媳之间的这种鸡毛蒜皮、妖魔鬼怪的事情嘛，那个小说当中根本就没有。小说当中方协文就是一个就是玫瑰在庄国栋这边受了情伤之后去纽约留学，然后认识到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男人。然后因为在那个阶段的话，玫瑰是被形容为一朵枯萎的玫瑰嘛，所以他就等于是随便找了一个对他好的男人然后结婚。电视剧其实也差不太多，就首先他是在跟庄国栋分手之后呢，他自己就是重新又想读书，然后去从北京到上海来复旦读心理学。然后在复旦读心理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一方面要自己学业上要有一些这种学习，然后还不想让自己的体力那么的轻松，所以他又找了一家啤酒屋的打工的工作。方协文他就去那个打探到他工作的啤酒屋之后，然后他拒掉了一份家教的工作，因为就是电视剧里面他也是家境不太好，然后需要可能做这种勤工俭学的一些工作，然后他就是拒掉了家教，就是跟玫瑰一起在这个啤酒屋里边打工。然后有一个关键的情节，我觉得可能跟小说也是就是那个逻辑是一致的地方。有一次店里面有一对男女，然后他们两个发生一些争执，然后那个男的就要打那个女的，然后玫瑰就出来上手阻止。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男的就想要打玫瑰，然后方协文呢就非常的生气，他就直接上手了，然后就把那个男的好像打伤了。但是其实是男的先动手的，就他已经先动手推了玫瑰，并且在现场造成了一些那种公共物品的损坏啊什么。在我看来，就算你走法律程序，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防卫的一个部分，它不至于说像电视剧里面就是完全是让
方协文这个角色去承担这些一切的后果。警察包括啤酒屋的人其实都有点不分青红皂白，就明显是那个人也是有错的，怎么可能这个事情就这样子处理了。然后呢，就是在这一次英雄救美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有了实质性的变化，玫瑰对他的态度也不一样了，开始接受他的好意了，甚至后面跟他租房子也租到了上下楼这样子。我觉得可能这个里面讨论的一个点就是女生一定不要被别人对你好就被打动，就这个是最靠不住的。哎呀，这种补充我真的好不喜欢这一类。对，就有一种就非常的俗套，非常的没有新意，好过时啊。可能你刚描述那一段，我也看到有些人会吐槽这段，就可能涉及到一些家暴，对吧？就他们救助的那个人应该是被家暴嘛。还有方协文的那个他妈妈，就后面的婆媳关系之间生育啊等等那种打无痛。哎呀，我觉得这个电视太贪婪了，他这个剧本改的太贪婪了，什么都想往里面加，就元素太丰富了。对，就包括我也刷到一些片段，苏根生他后面好像是有讲出他年幼被继父性侵的那个故事。对，我也很不喜欢这一段，就有一种好像就是刻意为了讨好女性观众，然后加了好多这种情节进去，并且在这里面体现，要么体现玫瑰怎么样，要么体现什么女性之间的互相帮助等等。你刚说的苏根生在坦白自己有过被继父性侵的那个经历，他其实是在跟黄牡丹建立恋爱关系之前，然后因为他感受到了黄牡丹对他的好意嘛，他那个时候其实应该已经也动心了，然后他就觉得他应该坦诚，他就用非常直白的方式说被性侵过。我当时看到那个场景就有一种就这是这个编剧到底觉得苏根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是一个机器人吗？还是怎么样？反正非常的莫名其妙。然后他说完这一段呢，黄牡丹就直接愣住了嘛。之后他又接受了，然后两个人还是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之后，还有一个让我觉得非常那个苏根生是有过一段婚史的。然后呢，他这个婚史的事情，他不早说也不晚说，他在要跟黄牡丹去领证的那天早上才跟他坦白。他们两个到谈婚论嫁前面已经有无数次已经要说到领证的这个事情，因为我看到一个小说的解读是说，苏根生在跟那个黄牡丹说的时候就说，我即便结过婚，我也不是需要你的原谅，但是电视剧里就把它处理成了一个让人觉得这个人做事怎么那么奇怪。你当然可以说你也不需要他的原谅，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挑那个时间点去说，就还是非常的莫名其妙的改编。你刚刚讲对苏根生小说当中那段描述是我最喜欢这个角色的这一段表现了，他的人物的最大的魅力就是在此刻迸发的。而且在小说当中其实是苏根生跟那个黄振华他们俩去美国找玫瑰和方协文，就是第一次碰到方协文的时候，方协文喊了他一句表舅母，然后才导致这个他再婚的这个事情被大家知道了嘛。当时我就觉得对，其实苏根生他刚刚讲那段话就感觉这个人非常的艺书女郎，就或者说可能艺书是有意的，就是把苏根生塑造成了他笔下以前的那些女主角的形象。比如说她的个性是那种待人永远淡淡的，然后总是穿一身素白，端正高雅，然后黄振华形容她是一个有灵魂的女子嘛。就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是艺书比较偏爱的那一类。电视剧中你说你好说不是，非要加一段她童年被性侵的这个经历，就莫名其妙， 对不对？我本来以为是说电视剧把小说当中他再婚这段故事改编成了性侵这个创伤，那结果你又有性侵又有那个再婚，哪一批女性主义话题感兴趣的人他都想要，他都想讨好。苏根生其实本身这个角色我觉得万茜演的也是很好的，就他很多那种眼神的处理，微表情的那种，你能看得出他这个角色是真的精心被雕琢过的，但是有一些剧本的硬伤还是没有办法弥补。然后聊一聊傅家明，我觉得他角色应该本身也没多少，两个人有发生感情的那个契机其实就是玫瑰在跟方协文离婚之后，他回到北京，然后 Tina 这个时候他想开一个画廊，玫瑰也离婚之后他也想赶快搞事业，说他已经跟方协文的婚姻快把他憋死了，他想要赶快做一点新的事情，所以他就跟 Tina 开这个画廊。然后呢，在画廊的那个开幕展上，他就放了一个小的那种装置，然后那个装置有一些机关一样的那种东西，你要拿着一把钥匙经过一个那种通道，然后之后才能找到玫瑰放在一个小的房间里的画。
傅家明这个角色呢，他好像跟玫瑰在之前，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好像在前面，玫瑰跟那个苏苏他们两个人到上海出差的时候，看展是吧？对，看展他有用拍立得拍一张照片在那儿。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铺垫说，哎，那个其实那个装置的主人其实就是傅家明，只不过在那个装置面前拍的那张照片被方协文半路截走了。很多人都说是方协文让他们的缘分晚了那么多年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有这个前面的铺垫，然后到后面傅家明解开了玫瑰在那个开幕式上放的那个小机关，然后他就把玫瑰的那幅画上面配了一些音乐，你把上面那个贝壳一拿掉之后，周围就会有几个音响开始放歌。这个时候玫瑰就已经其实有点对这个人很好奇了，然后镜头转到他去听傅家明的那种 live house， 然后呢就去了之后，他就一眼就锁定那个人就一定是解开他谜题的那个人，然后两个人就从那之后就开始有了一些来往。黄牡丹为了让他们两个人的感情能够尽快确认，还搞了一场公司带家属的团建。这段我也觉得哇，有钱人谈恋爱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应该总共也没有太多的剧情，前前后后应该不会超过5-6集。现在刚出来没几集，反正他现在已经就是心脏病复发被推进 ICU，然后可能后面他就要离开了。不过这个电视这段桥段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好像把他们俩的缘分在很早之前就埋下了一个伏笔。然后包括像那个傅家明去看玫瑰那个展，因为我也刷到过这个片段，我还蛮喜欢这段。小说当中他跟傅家明的关系是在小说当中的第2章节，他第2章节的视角是以傅家明的弟弟傅家敏来叙述的。电视剧当中有这个弟弟的角色吗？有的，电视剧当中傅家明的角色在发病其实就是在他弟弟傅家敏的婚礼上，然后他在后厨监工。这个设置我就觉得很纳闷，那么多人他们也有厨子团队，为什么一定要让傅家明去厨师那边看菜品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在厨房那边好像是油烟啊什么之类，然后就开始发病。因为小说当中刚刚说到就是以傅家敏嘛，就是弟弟的视角去铺陈开来的，然后狗血的也是一上来傅家敏就喜欢上了30岁离婚回国的玫瑰。前半部分一直在讲他对玫瑰的这个感情，然后他是怎么发现他的哥哥傅家明跟玫瑰在一起的，其实那段我还是挺喜欢的。傅家敏就打开房门之后看到玫瑰把头靠在他的哥哥傅家明的那个膝盖上，他们两个人在他的书房里面放着某一类音乐吧，某一首歌还是某种音乐，然后两个人就是非常安静。玫瑰抬起头来看着傅家明，傅家明用手扶着他的肩膀。这段描述我当时看的也非常的感动，就他们俩真的是描述出了一种灵魂伴侣的那个气场和氛围。对，然后玫瑰开始认识傅家明也是因为弟弟的原因去他家，然后听到了傅家明在弹琴，所以他们是由这个音乐才开始互相联系，就高山流水那种知音，碰到知音才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是同意的，就至少他有一种就是像拍文艺片一样，两个人是有一些灵魂的共振，然后呢对艺术的品味啊什么各种都是非常契合的。剧里面是有一段关于傅家明这个角色跟玫瑰的女儿的相处，他是一个能够跟玫瑰的各个生活都非常契合，就是刚好能够非常好的融入到他的生活当中。有一段是那个傅家明跟玫瑰的父母见面，然后呢玫瑰的爸爸就对傅家明非常的满意，说哎这个人就是一看就什么仪表堂堂，跟玫瑰非常的适配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看有的那种营销号也会说，哎，这就是如果傅家明没有就是那么短命的话，也许就是以后他跟玫瑰的以后就是玫瑰爸妈现在的样子。因为小说当中对傅家明的描述有点太理想了，我一眼看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女性作家幻想出来的男性角色。比如说他的身份是什么，精通拉丁文，是一个大律师，30多岁还没有谈过恋爱结过婚，他年轻的时候要一手带他的弟弟，所以其实是为了照顾他的弟弟，为了让他弟弟读大学啊等等，就牺牲了自己嘛。然后平时呢会练琴，厨艺也特别好，然后每周日早上要练字，练的是瘦金体，长相气质也是那种清秀啊忧郁挂的那种。我觉得这个角色完全就是一种意淫吧。的确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完美男性。因为我们今天在录制的时候，那个电视剧的情节还没有推动到往后面那个新的角色嘛，然后我们可以在主线就讨论到傅家明为止。
我可以说一下后面他的那个小说当中的一些角色。其实傅家明去世之后呢，玫瑰其实第3章里面是跟一个60岁的爵士谈了一段老少恋。这段把它删掉也能理解吧，就争议可能确实有点太大了。最后一个章节是以罗爵士的儿子的视角去叙述的，当然也是就是爱上继母的一个故事。其实这段删掉很合情合理。对对，在第3部分就是他跟60岁的罗爵士结婚的那段，他的视角是以玫瑰的女儿叫方太初，对吧？他是以方太初的一个男性同学周唐华的视角，所以其实小说它4个章节全部都是以男性视角去讲玫瑰的一生的。对，因为我看到像玫瑰的故事电视剧它的一些负面评价嘛，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剧方拿出来做营销的手段之一，就它频繁的跟女性成长、女性力量、他经济这个捆绑在一起。哎呀，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是他主动选择的营销手段，那真的是太糟糕了。因为不管是你改编之后的玫瑰的故事，还是亦舒的玫瑰的故事，以及亦舒的很多的其他作品，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清醒的独立女性的这种塑造的。它根本就不适合用来倡导所谓的女性的力量、女性成长。我也觉得，因为好像之前那个《我的前半生》是不是也是根据亦舒的作品来改编的？是的，然后最后也有很大的争议啊。我有粗粗的看过那个电视剧，就是马伊琍饰演那个角色，我现在都已经不记得他叫什么了，我只记得那个男的叫贺涵，主角他不是跟袁泉饰演的那个角色，他们2个人是闺蜜嘛，反正就是罗子君不是最后跟那个贺涵在一起了嘛，然后很多人都说他这个其实一开始就是有那种小三的属性在里边，就因为一开始贺涵是跟那个袁泉饰演那个角色，他们2个人是一对儿。然后等到后面就莫名其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一直难以理解那个编剧的设定。反正最后就是贺涵喜欢上了罗子君，然后他们2个人在一起了。我们其实可以就着这个简单讨论一下亦舒他本人的一些经历和他的作品。就我刚为什么说我觉得亦舒的作品就不适合拿来在21世纪改编，就他其实里面好多的人物形象吧，主人公形象已经非常过时了，甚至带有很大的一些争议性。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我的前半生》，但我看过比如说喜宝、陈欢基啊、阿修罗、元武，包括那个玫瑰的故事，他的好多笔下的亦舒女郎女主角，她们其实根本就不是独立大女主形象，但她塑造的那种女性的精神当然是很好，她好像是一种很清醒啊，然后对爱没有那么的就依附于爱，但实际上她们最后的结局或者说能让这些女主角实现一些本质上的改变的阶级跨越啊等等的，都是来自于他人，要么就是来自于男性给她的财富，要么就是来自于一些意外之财。比如说像喜宝嘛，喜宝应该是亦舒代表作嘛，喜宝里面是一个女大学生跟一个也是挺大的一个富商的一个被包养的一个故事，她从清贫的女大学生到享受富裕的那个物质水准啊等等，都是来源于被包养。还有这些女主角里面还有什么在游轮上面给富婆当女伴，那个船还没到岸，那个富婆去世了，然后她财富就给了那个女伴，就是给了女主角。还有是什么被有钱的继父收养，就是这样的一种角色。女主角里面很少有人去上班的，没有人正儿八经在职场当中工作的，基本上都是财富来源于他人。我觉得好扯，这哪是什么独立女性呢？我刚刚在你就是说喜宝的时候搜了一下喜宝，我看到里面有小红书上的一个博主圈出来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不介意出卖我的青春，青春不卖也是会过的。对，其实我是觉得亦舒的很多作品是很拜金的，他那种拜金是很坦诚很赤裸的，我知道我这样子可能是有一些成本的，甚至有一些就是世俗眼光的指责，但他是接受的，他不是那种说哎我又要说我明明是用了一些自己的什么身体啊，或者说自己的什么美貌去做交换，但是又要塑造一个清纯的这种人设呀什么，就他不是这样子割裂的，他是很拜金，但会很直接说我就是拜金。对，然后就是因为他不内耗这种拜金吧，就角色的不内耗嘛，然后会让人感觉这个是不是很清醒的那种大女主人设，但你其实融合在整个故事的以及这个人物的这种行为上面，它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比如说因为亦舒很多出圈的都是一些金句嘛，拎出来的一些金句，
刚刚提到的喜宝里面有一句非常出圈的话，叫做我一直希望得到很多爱，如果没有爱，很多钱也是好的，如果两者都没有，我还有健康，我其实并不贫乏。你单从这句话你会觉得这个主角的价值观非常的正嘛？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当时香港的一个社会的发展啊、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的风气是有相关性的。但我后面也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不理解为什么很多人都把亦舒以及她的作品作为一个独立清醒女性，作为女性意识绑定的一个说辞嘛。然后就有人说是因为亦舒她的那些作品打破了当时的古典浪漫主义的一个情怀，然后更多的关注在女性的视角上面呀。就是他的作品当中很少有那种非常古典的男女之间很浪漫的爱情，然后爱情是多么的梦幻多么的伟大，他其实讲了很多爱情都是带有瑕疵的，就是他的爱不是那么的美好。如果从这个背景来看的话，我一部分赞成就是他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上面是有一些突破性的，但是放到现在是肯定是非常过时陈旧了。我也觉得，就其实我们在聊这一期之前说聊主题是什么，就我想到说女性的成长，就是因为我在这些影视剧里，我坦白讲是没有看到女性角色的成长的，就我只是觉得好像这些女性角色在妆造也好，在各种 OOTD 上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从内核上来讲的确都是非常俗套非常过时的一些部分，就是没有体现出说就除了谈恋爱这个人你是看不到他的灵魂，他的就是有一些就是精神内核呀，他的人生追求呀到底是什么，就这个人他是一个很空的一个人物形象。对，我们可以就此讨论一下现在的影视剧和女性成长这个话题吧。女性成长这个话题是我一直不太愿意主动去碰的，因为我觉得涉及到性别议题都有非常大的争议性。但是我正好最近在看那个沃尔夫的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嘛，他在前面有一段话其实是有触动到我，他说在任何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上，谁也不要指责自己的观点能够抵达真理，而性别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能做的只有去表达我们如何得到了自己的观点。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去讨论的吧。因为我在看玫瑰的故事的一些评价的时候，就有一些人说女性的成长是不一定要以性缘关系爱情作为蜕变的载体嘛，我想聊一聊就是这个观点。我首先同意就是女性的成长不一定是要通过恋爱关系来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些载体，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局限非常老套的叙述的表达。我之前在聊爱与缺爱的那一期里也讲过，就我自己非常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被爱之前一个人要先自爱，自爱是骨架，虽然被爱让人长出血肉，但如果一个人没有骨架的话，那其实你总是要汲取一种被爱，其实是你对自己就是自己的存在没有能够立得住的东西非常重要的。因为女性在作为女性之前，她还是一个人，就她要有作为一个人的安身立命的一些真正能够让她成长的东西，而不是说去在一段关系里面去依靠一个男人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个载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对的。当然比如说呢，经过这段关系，这个人本身他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他对这个事情的解读，然后让他收获了一些什么成长，这个是又是不一样的角度嘛，就他是通过关系有了一些自己的经历上也好，或者事业上也好，有了一些成长，那可能这个是一定程度上是的。但如果说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只是在不断的谈恋爱，就像玫瑰的故事，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就好像玫瑰她的个人成长完全是通过她跟什么样不同的男性谈什么样的恋爱来作为她人生成长的一个主线，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有问题的。首先就我非常反对的一种叙事，就是一种看起来是大女主但其实并不是大女主的叙述，就是把女性当做了主角，然后好像所有的男性角色都是为她服务的一些工具人。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非常偷懒的一种叙事方法，它没有办法让这个角色的成长真的能够立得住，就它是一种为了塑造一种所谓的成长故意安排的一些东西。我刚刚说女性成长不一定要以性缘关系作为一个成长的载体嘛，我想补充一句是，其实回到说用这个去评价玫瑰的故事，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都市爱情剧啊，它原著和电视就是讲爱情的，然后观众说哎呀你这个批评这个故事的主线是爱情，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苛责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个爱情故事，只不过它不应该拿女性成长去营销而已。对对对，我也是这个意思。回到刚刚你表达那些，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成长环境当中从小到大一直就是
以渲染爱情，渲染这种你刚刚提到纯爱啊、伟大的爱情等等，就是我们的成长环境当中，为什么主流的叙事是这种，是爱情？对女性是吗？对，因为我会有点困惑的是，比如说在我们小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名著啊，或者有一些比较好的电影、经典的电影，它其实里面也不乏是讲爱情的，也不乏那些非常古典浪漫的爱情的。那这些作品它并不是说针对女性，就受众是不限性别的，那为什么好像偏偏女性被有于这种叙事当中，就是有于这种性缘关系当中呢？我是有点搞不明白这里面的逻辑的。我自己的观感就是，为什么女性要跟被爱这件事情绑定？就我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一些文学作品也好，有一些就是叙事也好，它可能并不真的是爱情，它只是说女性需要是一个被爱的角色。我有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还让我愣住思考了一下，就是他说女性她到底什么时候是可爱的？当她像婴儿一样的时候，她就是可爱的。为什么呢？因为婴儿是不会说话的，就她是不会提需求的。我当时在想，这个类比虽然有点奇怪啊，但是好像有一种叙事吧，就是把女性的这种被爱也好，女性的这种可爱也好，就是塑造成了你是逆来顺受的，或者说你其实是对于这个社会的很多规则是接受的，但是社会的很多规则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男性塑造的，或者说是男性主导的。可能在很多年之前，我具体的年份也没有做过考古，在以往女性没有这种经济地位的情况之下，可能女性就是要做这样子一个可爱的角色，她才能够获得一些生存资料。所以呢，也许她要是可爱的，要是被爱的才是必要的。但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女性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获得自己的一些生存的能力和自己这种存在的一些权利的话，那也许她其实就不需要是做那个可爱的，而是可以做那个主动去提出自己的需求，然后去改变一些规则，让这个性别的一些话语能够有一些变化，而不是说要去做那个已经被塑造好的角色里面那个位置上的那个角色。比如我刚刚说的有一些经典文学啊、影视作品，它确实是在讴歌爱情的嘛，这个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哪怕是现在大家好像不太喜欢谈论恋爱这个主题，但是我还是觉得讴歌爱情是挺美好的一件事情。但为什么似乎好像男性受这个影响比较少，女性反而就沉浸在这种爱情的叙事当中？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现实条件上面我们缺少了女性除了性缘关系之外的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的一套叙事的逻辑。比如说男频的，对吧？男性的一些文艺作品当中还有武侠小说，还有更加多的一个叙事的逻辑。但是女性的叙事当中，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大女主在搞事业的，她搞事业当中有遇到了多么复杂的事情，她里面这些各种人物的魅力、故事情节的冲突魅力等等。我们抛开文学作品吧，尤其是我非常不满意最近10年的那个古偶剧，这些电视剧我觉得完全就是针对女性的一些情感上的毒药。尤其是最近几年还有一些文化的倒退，比如说更加注重主角的血统的纯正啊，对，血统的纯正，还有什么双节，还有一些甚至在维护封建制度的那种权力的上下关系那种。加上最近几年好像主角已经越来越少是那种出身清贫的，靠着自己一步一步往上走的，这种就更少了。还有一类情节我特别讨厌的，是在什么关键环节下面，男主角救了女主角，男主角帮到了女主角，或者反过去女主角为了男主角受伤，什么中箭啊、中刀啊等等，这种就虐女的这种情节。就我们不能讲一些非常正常的一些情节嘛？比如说像现在很多出现的那个女性创作者主导的一些剧本和电视，我就觉得蛮好的。藤丛丛的我的阿勒泰啊，还有那个邵艺辉的吧，邵艺辉的那个爱情神话等等，这些我就觉得是非常出彩的女性创作的女性视角的文艺作品。我刚才粗粗的想了一下，我觉得之所以我们看不到更多就是书写更多面向的女性，或者说女性的更多生活面向的作品，是因为我们的影视剧做大多数的时候，摄影机是掌握在男人手里的。对，是的，是的，不论是出名的编剧还是导演，对，都是男性。我就想到我之前有看过网文作家，就比如说100大啊、50大网文作家嘛，我打开我就整个震惊了，就大概50个人里面不会超过10个女性的网文作家，清一色全部都是男性的网文作家。
原来就是作家行业也是这样。是啊，我觉得可能从我们的观感上来说，可能女性更加擅长去书写、去表达、去做这些文艺的创作，但实际上无论是你说电影导演啊，还是作家，在前面的那些基本上都是男性。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就是跟女性摄影师相关的展览，然后当时我在做一些很初期的桌面研究的时候，就发现有的就是很多那种所谓的摄影展，他们会用说摄影机它的就是设备比较重，然后呢可能对女性的身体还是一个挑战。比如说你要到野外去做一些拍摄的话，那设备可能本身它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门槛。然后有一个我记得应该是小米吧，就每年他会用手机摄影办一些这种摄影爱好者的一些展览。我在社交媒体上有看到一个就是摄影师抛出来的照片，就是手机首先它肯定不挑重量，对吧？什么人都能拍，男性女性谁拿不起一个手机，对吧？那个摄影师的大合照，手机摄影展里面的女性的比例可能连1/5都不到吧。我看那个人至少应该有40-50个，但是女性就是寥寥少数的几个，就看不到。就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性别的歧视跟偏见，它不是说女性的能力不行，而是说在男性已经设定好的一些就是评判的体系也好，或者说他们所认定的一些好的标准的这个框架之下，女性就是会被边缘化。不论说这个女性跟男性拍出来的照片到底有多大的差异，首先男性划定的那个标准，它可能就是男性的作品就会更好，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现象。对，就是这个标准已经是被框定在那儿了。文艺创作者当中的性别失衡，然后以及诸如此类的案例吧，就现实情况已经是这样了。那我们在讨论女性成长，我们在讨论她力量的时候，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讨论说方法，解决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包括像艺术本身的作品也被人批判嘛，就是他可能在描述现象背后本质比较犀利，但是他也没有提供一些方法上面的思考。他的方法就是女性攀附于男性，借助男性既有的财富等等去实现他自己的成长蜕变。我有去搜一些内容，然后我就有看到有一些评论是说他会把父母、男女、第三人称的代词他都替换成母父、女男以及那个女字旁的他。我其实看到这种，我的心情非常的复杂。本质上我是尊重也支持你去做这些行为的，但我觉得这些真的是非常无伤大雅的一些小的细节。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要真的改变女性的处境，就你要成为权力的一个上位者，这个才是最核心的，也是女性成长当中最难的一个事情。一提到女性力量，包括说一些跟女性成长相关的话题，我其实跟你的感受是很像的。就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觉得很无力感，或者说很难去真的做一些实际的真的能够立马带来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的事情的。我觉得它从实操层面上的确是有很多的一些限制的。但是就刚你说的关于很多女性可能在书写啊这种字体的这种纠结上会做一些这种无伤大雅的，就是在你看来可能无伤大雅的一些做法，我其实能理解，但我也同意你说的它不是一个关键的改变，但我依然觉得他这样做是也许是必要的部分的。现在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不太愿意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可能最多会说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我上次有查关于女权主义这个词，其实它出现到现在甚至都不到200年，就是它从feminism 翻译过来到现在，就它在中国的出现都不到200年，是一个很新的词。但是呢，大家都会避免去说女权，然后要尽量说是女性主义者，就是好像女权一旦要权利，它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激进的，非常就是看起来很要怎么说野心勃勃的，不太那么温和的，不太友好的，不太符合大家对于女性的那种既定的那些印象的想象的一个词，所以大家会都用女性主义。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在这种就是那么温和的反抗当中真的去收获一些什么力量的。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很多那种类似于什么太帝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些表达，我也会觉得这种也许它是一定程度上的矫枉过正，就对我来说这样的表达无助于女性力量，也不能说完全无助于，但其实在我看来它的确就是没有办法真的给女性力量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加持，它只是在小红书的这种信息茧房里，好像在你看来大家都是在用这样的表达而已，但其实它并没有真的去改变女性的处境或者怎么样。
因为女性每一点点力量的就是改变，我记得在中国其实就是法律史上也有，比如说像那个女性她作为一个孕妇能不能自己给自己签那个打无痛的那个协议，有一个孕妇她当时她的丈夫就是不给她签，然后她没办法，她就怀着身孕已经要生的那个身孕，然后她自己跳楼了，然后才换来了这个权益的一点点进步。所以就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怎么说，这种权利的进步它可能就是有血的代价，它是要真的就是有很多人去一点一点去斗争才能够得来的东西。但是大家很容易被，不管是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美貌营销，就是像玫瑰的故事里面也有很多就是被带火的这种 OOTD 的传达嘛，关注的重点就会偏离到一些看起来其实真的是无关紧要的一些事情上。但是那个重点的那个权利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些什么受教育权、就业权这些东西，就是你说这些东西到底谁来保证？有谁能够真的让女性拥有这样的一些平等的权利呢？我们其实能看到，就是大家在舆论场地上面，女性的力量确实已经在崛起嘛，它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了，甚至在有些场域当中，它是偏强势的一方。但是呢，抛开舆论，就在舆论背后，在真实环境当中，我觉得它的改变和进步没有匹配到就是我们在舆论场上声量的这个变化的程度。所以我一开始会有点担忧，这个好像我们在舆论场上已经占据了高位，但实际上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就还是处于那个弱势的那一方嘛，这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感。那你刚刚提到那个孕妇那个签字权那个案例，让我有一些稍微的改变，我觉得也是哦，就是你舆论上的媒体的发声的权利也是一种权利啊。然后我刚刚说为什么这一 part 我非常想跟你讨论的原因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个博主叫做曲大女人啊？我知道那个情感博主嘛，之前因为那个上海某个金融圈的一个八卦桃花八卦火起来那个情感博主，我昨天有看到他在另外一个小博主的采访视频下面评论区清一色的夸他清醒三观正，然后我当时看到我就无语了，我说我的天哪，这个怎么会有人夸曲大女人三观正啊？但是你又不得不承认，其实现实当中有很多女性是非常赞成他那一套逻辑的。他那一套逻辑在我看来就是教导女性如何在现有的男权的规则下面去利用这些男性本来的权利资源等等，比如说以代求，就是所谓的生育啊等等去捆绑这些男性，代求上位是吧？对，从他们身上能捞到越多的物质越好嘛。这一类群体在男性群体当中就是所谓的捞女，但是在信仰曲大女人的这帮受众里面，就是清醒大女主。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规则已经是这样了，那我到底是要我借用这套规则，利用这套规则去上位，还是要采用完全不一样的，我去颠覆或者重塑这套规则？我觉得这个讨论是蛮有意思的，当然我也没有答案。首先从我个人来讲，我绝对不可能说曲大女人是三观正的人，就他跟我是三观完全不一样的人，我无法认同他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觉得他有他说话的权利。那如果说你觉得你跟曲大女人的三观是完全相反的，那你认同邓文迪吗？邓文迪我不认同，但我尊重他，因为我觉得他俩其实在价值观上面或者行为上面是同一类人。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的行事作风是一样的，但我无法判断他们的动机跟他们能够付出的就是那个交换的资源，他们到底付出了多少，我没有办法从这个角度去揣测。但是就是从我自己的道德也好，从我自己的价值观也好，我无法就是认同这样的行为，但我尊重他这样子做事的就是方法。他为了得到他自己想要的目的，他愿意付出一些不管是舆论的代价还是他自己所谓道德上自己良心的审判，他是 OK 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就首先我不会说他是一个三观正的人，因为我对于独立女性或者说女性所谓的大女主一定是要靠自己，当然这个靠自己不是说等于不求助，而是说你其实核心的点是让自己成为一个自立的人，不是说什么所谓的代求上位这种，就听起来就是非常封建余孽的一些东西啊。那我们从现实层面去思考，比如说我刚刚提到我们利用现有的规则，利用男权的规则，它的成功概率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对它会更高。然后我说我们现在要去革命，要去颠覆，要去重建规则，
它的时间跨度以及难度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了。我当然也不赞成娶大女人所宣传的那套价值观啊。我是说从现实角度来说，那是不是第一种方法对当下女性处境的改变是更加现实的？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大并且涉及非常多因素的一个问题。就首先可能在现有的规则之内，所谓的女性主义者，可能我们就不叫女权主义者，就是可能女性主义者在这个规则内怎么样去有一些技巧，怎么样去柔软的跟这个规则相处，并且实现一些想要达到的目的，也许是真的是要有一些技巧在里面。但是这个技巧的那个灰度的部分怎么去拿捏，怎么样不违背自己还能达到目的，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事情。而且我其实私下我觉得像娶大女人那套价值观，它对女性来说也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或者它其实也挺困难的。因为你去利用男性的那些，你要么就牺牲你的色相，对吧？要么就是去找那些长得不好看但有钱的，这种 case 还是挺多的。包括像邓文迪，她自己也不是一个少女的时候去嫁了一个老年人默多克嘛。我在想像邓文迪这种，他们是非常，我觉得他可能才是真正清醒的人，就是他的那种清醒不是说在意自己的名声或者怎么样，而是他为了更大的目的去，就是他有更大的野心，所以他会觉得说可能我选择什么样的婚姻只不过是我人生的一个配件而已，也许这是他的选择，只是有的人不一定会同意他这样的做法。但我其实对于女性成长，就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我觉得需要有更多的女性的人生可能性，或者说女性可以有一些自己选择的一些权利，它不是被规定的说就是只能依附男性的力量，她才能够获得一些不管是阶级跃升还是说一些财富上面的提升，或者说女性她就只能够通过纯爱这样子的一条路疯狂怎么说营销一些美貌，她一定要有一些这种所谓的情色资本，她才能够成为一个就是获得爱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她一定要有一些自己能够安身立命的一些东西。就为什么我记得前段时间当然那个事情的后续也不是很让人能够看得下去，就是那个50岁的那个苏敏阿姨，她不是自己开车出游，然后是一段时间成为中老年女性的这种力量的一个代表，但据说后来她因为要提出离婚，被她的老公索赔50万还是怎么样。觉得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一些限制也好规则也好是很多的，每一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她都需要有一些说你的人生可能除了你现在就是被困住的这些东西，也许有可能是有更多的一些可能跟空间的。就我觉得是女性先要有一个大家有足够多的可能性的想象，然后才有可能说真的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能够有一些自己技能的发挥也好，或者说自己人生命更多广度跟宽度的去探索也好。就是首先大家现在没有更多的关于女性生活样本的一些想象都没有，那就更谈说实践怎么样去真的去实践。我之前有看到有一类说法，大概意思就是说，当一个男性说他有某个梦想的时候，其实很多力量都会支持他，但当一个女性说她有某个梦想的时候，会有无数种力量在阻挠她。是的，就大家对于女性的人生想象非常的局限，就是女性要结婚要生子，然后呢女性在职场上她因为要结婚生子，她要更顾家，所以她没有办法承担更多的一些职场的重任。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就是看到的一个社会学名词叫什么玻璃天花板还是玻璃悬崖。玻璃悬崖，玻璃天花板是大家都比较知道的一个，就是说女性在职场上她的那个晋升的空间会比男性更低，然后玻璃悬崖就是说女性在职场上她什么时候会得到晋升的机会呢？就很多时候一个组织在面临一些危难的情况的时候，他会把女性推到这个领导人或者说这个就是管理层的这个职位上，因为一来是觉得女性本来也干不好这个事情，二来就是会觉得这个时候把女性推上去，后面比如说像这个事情真的没有干好之后，女性也更容易就是成为这个问题的那个背锅者，替罪羊。对，它是一个社会规则已经默认的，好像女性就是你首先没有多大能力，然后第二呢，你又适合来做这种当替罪羊一样的角色。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比如说一个女性她在自己的成长路上有很多个陷阱嘛，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聊玫瑰的故事，我觉得对于玫瑰来说也是的，原著当中可能更明显，就是我开头说的它4个章节一直都是用玫瑰身边的男性的视角南宁的视角去叙述它的嘛。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玫瑰的美貌，她人见人爱的这个美貌对她来说也是一种枷锁。
所有人都爱玫瑰，所有的男性出现男性都爱玫瑰，但是又好像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在爱玫瑰，没有一个人在真正了解玫瑰它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傅家明能够剔除在外吧。玫瑰这个角色就让我联想到了《猫妖传》里面的杨玉环，就所有男人都爱她，但是也都不爱她，他们爱的是这个女性背后的一种意象和一种象征意义。方协文这个角色，我觉得是对，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一段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一个论据吧。就是他有一种把玫瑰当做了是自己，是证明自己某种能力的一个猎物一样，或者说一个战利品。他跟玫瑰结婚之后，他有一个非常让人火大的一个举动，就是他不让玫瑰出去工作，然后还质问玫瑰说：“你有精力去工作，你怎么没有精力生儿子？”他会觉得玫瑰就是只属于他一个人，他要控制玫瑰，他要控制玫瑰在家里的生活，甚至在玫瑰的手机里面装了什么定位软件之类的。就是他觉得，就是他现在娶了玫瑰，他们两个结婚了，所以他就应该只属于他一个人。我觉得方协文对玫瑰就不是爱，他就是控制。只知道女性不是要通过爱情才能成长，但是女性的成长到底要通过哪些事情，她到底要去做哪些东西让自己成长呢？好像她又是一个很容易就是在这个男权的话语体系之下，很难脱离这种性别语境的叙事去讲说一个女性到底要怎么样成长为一个独立的自己，让自己变得就是依靠自己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我一直不太会去主动刻意的去接触一些女性话题的书啊、理论等等。我觉得可能从本质上我是对这个事情是蛮悲观的。我跟你其实差不多，就我会觉得好像很多时候性别的议题背后可能更重要的一些事情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或者是说它其实有一些是，就像上次我们聊到，其实它是阶层的问题，它有更严重的比性别对立本身更本质的一些东西。就是人跟人之间，有的人他是不分男女，他可能就是不会尊重人；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他跟男女没有关系，他可能就是只看有钱人，他才尊重有钱人。性别是夹在很多问题当中的一个视角的侧面而已，它并不是很多问题的本质，我觉得。好，那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时间。其实从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开始聊了很多我们对于影视剧当中女性角色的一些期待，包括说看到的可能有一些惊喜的部分。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评论区留下关于观看《玫瑰的故事》相关的感受，或者说对于我们聊到的一些想法，有一些什么想表达的都非常欢迎。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